这是咱要纪念咱的吕穗涵毛特书，伊要选对台北市的历史公会理事长开会讨论局势，来提出司法独立起用本省人突然间和便衣的警察甲宪兵拖走，迄碗还未食完的小小的糜，以后咱无人转来食。后来李家便甲兄弟两个人互掠的日子3月7日作为忌日。这卡牛鱼糜伫79年前李家的桌顶等无主人，全震动，正做时间甲空间不时会烫去，但是求真相甲少年故乡的意志拢无改变，而且军队第一批台湾留学生的脚迹飞过太平洋，来到远远的温哥华。我想讲，台湾同乡会伫即个台湾整个的民主运动内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即个角色的扮演。我们来加拿大已经快60年了，然后不管去哪里，我都每一个地方都参加同乡会。转折点其实真的就是因为同乡会，所以我踏入了政治抗争、抗议或是主权争取的这一条路。所以在海外做这条路其实很辛苦，因为你要出钱出力，对不对？还要被别人白眼，说你搞这些意识形态，其实都不是，你是自己真的为了自己国家的人民在做。讲难听一点，我们都已经出国这么多年了，台湾的东西真的跟我们有那么深的关系吗？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出国这么多年，我们更了解台湾需要什么东西。然后更对自己的那一块土地有很深的一个牵挂跟怀念，所以想要去帮助他。台湾同乡能够团结一起彼此互相帮忙、互相鼓励甚至于指引这些后来的同乡譬如说呢，你的子弟要读书啦，我们会给你一些意见，你去读什么或哪一个学校，这一些我想同乡会都可以发挥一些力量了。其实，在台湾接受白色恐怖的时候，那在这边的亲戚告诉我们，就是说到加拿大以后不要参加同乡会，不然你会变成黑名单。这抗争绝对不是突发事件，是由社会矛盾得不到解决、温让的结果，就会爆发这种抗议活动。迄是一个禁声的时代，当时台湾的统治者国民党威权强制戒严，对伫远远温哥华的留学生，故乡毋那是少年的所在，故乡嘛是无时无刻心中恐怖的监视者。大家讲着都惊要乌名单，表示你已经袂当倒转去故乡台湾，嘛无法度搁甲你的父母、亲人朋友、兄弟姊妹相见咯。1966年我来温哥华的时候，双十节的时候，就由领事馆呢召集大家的同学开个同学会，大家台湾人呢集合在 UBC 的 International House， 大家聚会以后呢，同意组织台湾同乡会。可是那个时候呢，没有人敢当会长，因为怕被国民党 blacklist。被会长以前也到跟那个国民党政府抗议了，他们有我的黑名单啊，所以不让我回去，我发表那个论文，那个水利工程那个大会，那个不让我回去了。我是被列入黑名单的，我不能回台湾去。有一年我一个朋友要回台湾去，他回来的时候，他问我说要不要带些什么东西，我有带些什么东西回来。我说你帮我带一些台湾的土回来，所以他回去就挖了故乡的土，他给我那些东西，那一包土我还放在我的那个香炉里面，所以那一阵子我就想，如果想故乡的时候，我就把那个香炉捧在手里。68年的旧历年，我被选为会长。第2年，大概我的父亲呢，想要来加拿大看我，结果他申请 passport 的时候，
据当初的调查局的人跟我的父亲说，你的儿子在加拿大从事独立党的工作，所以他禁止他来。我是说，那你们当初来的时候是都在这边办活动吗？我自己那一届我都在这边，中秋节、端午节哈，过年我都在这里。然后甚至于以前哈，本来台湾同乡会加拿大只有温哥华跟多伦多嘛。那后来就两边说决定要合起来，那合起来就在 UBC。举办在那个利用暑假那个 student dormitory 哈，还有以前哈，我们想说，譬如说有台湾留学生来嘛，我们是想说，在他来的时候，当他可能他面临一些问题哈，那我们主动跟他联络，所以我会来这里。结果我2年没有一个人回我电话。真的。大概谣传呐，是说台湾同乡会是台独的外围组织，这些学生。我相信，因为那时候有所谓中国同学会了，那么在中国同学会里面，他们就会散布谣言，说你们不要去参加台湾同乡会。这个高雄美丽岛事件的时候，我还记得差不多有10几个朋友都挤在我们的地下室，我记得跟台湾直接通话。我们记得第一个打电话是打给张俊雄，我记得是打给张俊雄。是施明德在讲话，他说他在这边包围了，那个李仲义就利用我地下室的电话，直接跟那个施明德在讲话。代表咱家的人嘛，真关心台湾啦。是的。对，那个时候我们都尽量安排他们到电视台去做访问啦，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要让世界让加拿大、温哥华各界知道台湾的政治人士被迫害的，就是民主运动人士被迫害的事情了。就是说，我想海外哈，不管怎么样，就是让当年在台湾岛内奋斗的人会觉得说，海外这一种对台湾的关心哈，给岛内这一些政治工作人士也是蛮那个。那这个 building 都没有改变吗？包括这边是后来延伸出来，以前就是这里而已啦。以前小孩子要表演节目，像宋山新他就会上去唱山歌啊。真的。宋山新他最喜欢唱白马。那个时候大概多少人？大概40-50个人，60个已经很多了呢。那这里的房子以前没有，都是树林啦，所以在这里感觉很好，在这里走路啊、吃烂气啊什么，这个非常感觉非常好。到加拿大的新的台湾人，那大家那时候常常会办 potluck， 那大家互相认识，那也很愿意帮忙。同乡会在2003年买了那个本来在Nanaimo那个柱子。当时我看到那个广告在卖那个会馆的时候，我就马上想说，同乡会要有一个家，对，要有一个家了啊，所以我想说成立公司哦，所以这样我们赶快把这个会馆买下来然后让同乡会可以使用这样。它主要对面有一个 Bubbling Park 所以后来就。每一年我们这边有 BC Day 是8月初的第一个礼拜天那我们把那一天就自己改成台湾 Day。会长好，早安，早，王阿姨你好，慢慢，哇，小心小心。做欢喜，你得当这回来，哇，很荣幸，对啊。哇，我们很需要年轻辈的，而且我蛮久没有回来这个旧会馆的地方了。对啊，今天第一次，大家今天都第一次哈。对。对呀，这边嘛，
是这家吗？对啊，就这个啊，就这个啊。哎呦，对啊他们现在弄得好漂亮觉，得感触很多。他们现在弄得好漂亮，跟我们以前比较阳春一点。以前很阳春，也很阳春。哎，Hello，来，一起来，这同乡会，对，同乡会，先来看会馆，看我们的会馆。会馆现在变成一个诊所。你们经营的还不错吧？弄得很好，弄得很好。对，我们刚刚就在讲说，我们把所有的那个天花板都把它挑高了。哦，真的，对，所以它看起来就很宽。你们可以进来看看。走，真的吗？刚有要上厕所，太棒了，太棒了！没有想到你会在这里。对啊，对，所以以前完全都完全不一样。对。以前开会在这里啊，大桌以在这里。前开会在这个地方，然后还有一些活动，像我们那个端午节的活动、中秋节的活动，那时候也在这个外面来 barbecue 烤肉，对，很热闹。因为同乡会最棒的就是一些，你知道这边有80岁、90岁的老奶奶或是叔叔们，他们那个传统的手艺跟一些很厉害的这些点心啊、食物啊，就算是你用买的或者是真的有餐厅做的，不见得比他们好吃。然后人情味也是不一样的。认识会长之后，他也对我很热情，然后就是会邀请我去他家亲自品尝他的料理。那最喜欢是他的油饭、米粉。有时候还有一些好料，他有时候还准备生蚝给我吃，非常感谢会长，很照顾后辈。你是什么时候卸任？今年的11月初。OK， 有目标还没完成吗？有，我们今年的主轴用的是新传嘛，哈，延续下来同乡会这60年来走过的路啊。那我希望呢，就是能够有年轻的来接班，这个是我最大的心愿啊，也是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要讲这样讲，希望是联谊。对，再延续60年。60年是联谊性质比较多，希望可以不用再战斗了。对，以前战斗太辛苦。再战下去真的很辛苦。现在还是要战的，现在还没结束，还没有结束，对，还没结束。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终极目标，但就不说出来。要说我们在最辛苦的年代，台湾还没有民主自由化以前，我们就在说了，所以还是要说。好，台湾还是要独立，对，是法理独立。台湾还是要自己当台湾人，对。在这里，非常明显。有春联，春联是我带来的。你春联啊？对呀。好，那我会。我们来了 ，Hello。欢迎你来，欢迎你来，你也要讲大话啦。新年恭喜！我有春联呢。来这边。好，那我们就来先吃午餐了。好。这水啊！我来。哇，肉筋。过去60冬以来，孤单辛苦打拼的第一代移民，今嘛已经是笑眯眯看孙大汉，渐渐有成就的阿公阿嬷。伫温哥华这个所在，亲手起造的家庭，虽然是英语的大环境，台语犹佫是串联家庭的感情，欢喜的记号。大家拢知，历史会记录故事，这个故事要甲咱的时势讲。台湾人无爱强权，台湾人追求自由民主。咱伫遮享受新的国度，无忘记伫故乡台湾，也纪念祖先的精神，甲咱的传统文化。定根伫加拿大，互 Taiwanese Canadian 这个名称，也带着一句句幼嫩的声，一代过一代，继续传承落去。红包，您知红包哈 ？OK， 那我的小孩，不管是台湾长大的，或者是这边的，我也
无形中要告诉他们，所以他们知道他们是Taiwanese Canadian。我的孩子也都是带来参加活动，也都是会听到很多的台语，潜移默化，一直深入去影响他们未来，这个非常重要。然后一直让我觉得说，在海外这么多年，35年，我的根没有被流失。自己我自己在同乡会，我自己是觉得说我练习到蛮多台语的。虽然现在我可能有时候平常的沟通也是用华语，但是我觉得我在使用台语的时候，某些部分也继续找回到我自己的身份。Hello， 好久不见，Katrina，欢迎，一起抱，好开心哦！这边有好多回忆，超多好可爱的回忆。哇，在这边办园游会，还有球赛。好多吃的，我记得要买好多吃的。然后之前同乡会，我也常常看到你的身影啊，在同乡会里面呢。是啊，我们做了2届理事，对，那时候我们2个唯一的年轻人。我好像才22岁就进了同乡会，大学毕业没多久。在那个时候，绿色社团的长辈很愿意给年轻人机会。是09年我才接触同乡会的，那其实我根本不懂台语啊。对，现在好一点了吗？现在好了。我那时候进来的时候，搞不好他们都认为我是卧底的，而且我本身我对社团坦白讲，我蓝绿我都是我的朋友。是。对，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么一头就栽进同乡会，因为台湾就是我们的母亲嘛。那我觉得同乡会就是有一种认同感跟那种就是很亲切，就是这样子。他们开会的时候全部都讲台语。辛苦你了，真辛苦我了。所以你说我10几年下来，我的台语就变得蛮我虽然不太敢讲啦，最起码听是可以完全了解了，对，几乎8、9成都没有问题。在我身上，我觉得前辈对我的接受度还蛮高的，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到现在我都没离开过。比如说同乡会来讲，或是我们台湾社群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说它像一个保护网吧。譬如说，我觉得如果我今天没有台湾社群，或是没有本地一些很多朋友的支持，我是不可能去从政的。那个是不可能发生，除非很多人在背后一直，包括你，对不对？曾经支持我去选举的这样一个动力去出来的。那所以我们可以每个人都做自己的角色，然后但是像不管是台湾同乡会啊，或是我们台湾社群，它就像一个保护网。就说像我那时候是小留学生，在这边根本就没有家人，然后我却找到了一个好像属于我自己的社群，我可以去训练我的演讲能力啊，然后交朋友啊，这些他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保护网，让我去成长。那像现在我虽然离开政治了，我觉得能够跟大家还是这样连接在一起，它对我来讲好像莫名的也是一个保护网，就是我知道我今天有什么需求的时候，我还是有这些朋友可以有一个 network。那我觉得可能跟我们孩子的理念也是这样吧，就让他知道说，台湾的这个社团就是一个你的家。就是一个你这些叔叔阿姨、这些妈妈的朋友，也就是你的朋友。那以后需要帮忙，选个什么东西是不是？我好像又在宣传了。新会长哦。像我们以前是会比较 active， 是因为说我们从小就去参加不同的义工，不管一开始被爸妈强迫还是怎么样了哈。但是我是对啦，也就是被强迫，然后就做久，好像做好像也蛮好玩的，然后认识朋友，或者就说我好像 I'm pretty good at this， 然后就是你会 inspire more interest， 因为我们现在小朋友老大才刚上高中嘛，从做义工开始做起来。一开始他可能觉得很无聊，说我来这里好像只是帮忙搬东西啦，或者是可能就边站收票或什么这些很杂的工作。但是我觉得慢慢他就会，就是 the more they do it, the more they will be more community oriented。然后台湾的部分，我觉得是比较就是反正他很明显知道说我们爸妈是台湾来的嘛。那当然，我觉得说他既然在加拿大长大，他受加拿大的资源的教育这个东西，我们当然在我们的情感上面，我们当然希望说他可以认同自己是台湾人Canadian。那他其实也这样觉得，可是我认为他还是以加拿大角度，还是以加拿大这个主体为主了。那只是说他 recognize 说我的爸爸妈妈我的 roots 是从那边过来的，然后他跟那边有点连接这样子。我觉得这是我会比较 take the approach 这样子，对啊。认识家族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对于塑造自己的身份认同是很重要的这件事情。自己家族的历史记忆，如果说不去认识的话，它真的很容易就被忘记。就是因为228发生到现在已经79年了嘛，所以你看一些80、90岁或70、80岁的长辈，他们其实对228是非常的愤恨，当时这些当权者他们对这些人的压迫跟杀害，所以他们心中是有恨的。可是到了我们这一辈50
岁或40岁的中生代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大家心中都是有爱的，是因为我们都是在很安全的环境下长大的，包括现在20、30岁的小孩，所以我是希望说大家用比较来发现历史的这个角度来去关心这个228，所以举办228，还有去参加228的纪念仪式，其实都是帮助自己找回认识自己方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断地上来这个空嘴要合起来，搁甲破坏，所以咱看到这是一段足长的过程，需要大家做努力，有一个人努力的事。我还是有一些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228事件发生在1947，转者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有很多所谓的党外人士经历了白色恐怖。今天我们在纪念228事件的同时，其实也去对应这些在白色恐怖。荣耀的日光，那荣耀的日光是用华语唱的嘛，那是台湾很知名的民歌手，就是王明哲先生写的。那这个歌词里面就是讲上帝创造美丽的土地，就是指台湾岛是这么样的漂亮，那感谢上帝一路的带领，然后就是对台湾有一个期待，有一个憧憬。虽然我们是在太平洋旁边一个小小的岛屿，但是在这个岛屿上面的人民是那么样的勤奋努力，为了台湾的前途祈祷上帝的保佑。今年的228很特别，台湾最近在2月的时候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人刻意要去拍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的主要的叙述是在讲林义雄家族被妹门血案的事情，他们要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做呈现。那结果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是非常的轻佻，然后呢，他们又对着大众讲说，其实林义雄家人的被杀害，并没有那么严重，也没有那么恐怖，所以呢，这件事情一出来的时候，引起社会很大的公愤，而且更重要的是，林义雄本人跟他们的家族都还存在，都还在，他们并没有得到家人的尊重，那就这样子拍了这部电影。明天呢，有一场大盟的电影放映会，听说电影票早就卖完了，听说是要带很多面子进去，因为很感动。大盟这部电影都是听台湾 Club 他们自动自发的跟美国的台湾同乡会取经，然后来去取得影片的授权，然后藉由放映电影举办座谈会，
或者是举办像这样的追思音乐会，有很多种的方法。我觉得这种 public diplomacy 对我们驻外单位来讲，真的非常的有帮助。就是因为你们是加拿大人，你们的声音让你们的政府听到，你们的声明一直都有在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个课题是台湾这个大环境所面对的这个创伤，所以一直都很关心。那因为自己本身也对台湾史有很大的兴趣，所以一直在关注这些的议题。对，所以也很希望这个过程当中台湾人民可以更健康的去面对这个过去的创伤，支持受难家属，他们可以再走更远的路，这样子。对，就是说大家。在外国，第一个我们是那个 minority 的，然后语言上大家也不是很通，对环境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大家一起就是取暖，互相帮忙嘛，这个是同乡会本来的目的吧。那2025年，我觉得我在当会长最值得我们同乡会感到骄傲的，就是说。当我们的乡亲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同乡会有在第一时间就站出来帮忙哈。那所以像这次拉布拉布事件，这个Sola 她遇到的状况嘛，就是一个台湾的女性，那在这边被车撞，那自己受伤昏迷，从昏迷到复健，同乡会不会召集这些同乡来关心？那教会就会出于这个我们的信仰关怀去关心这个受伤的人，这样子对。当时的时候，我是呼吁大家，帮忙Sola，找到家人，帮忙Sola募一点经费，然后呢，我们也成立了关怀小组，就是定期或者是我们几乎轮流有人去关怀他。那很高兴的就是说，很幸运的也看到他从那么严重的状况，昏迷的状况，比医生预期还快，让他清醒过来了哈。我印象比较深的啦哈，就是我们在疫情的时候，那个台湾 Can Help 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那个时候送了很多的防疫物资到各个的这个社福机构去，物资上面我们都贴了很多。这个台湾的国旗啊，中华民国的国旗啊，就是然后写了台湾 Can Help， 因为那段时间是物资最缺乏的时候，然后他们收到那个物资的时候，真的，我觉得那种感动的那种表情，那个你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我可以看出他们都好感动，好感动，就是说我们送的这些物资，让他们觉得真的是很有帮助。台湾同乡会是一个以台湾主权跟人民为主、为福利为目标的一个团体，一个社团能够在温哥华走到60年，真的很不容易。我认识的3个地方的同乡会，我想第一个，我想同乡会是提供了一个场所，让台湾来的台裔的移民在这里有一个相聚。共同联谊，而且最主要是共同倾吐对台湾故乡的那一份爱。最值得告诉我后一代的人，是说台湾的这个转承的过程，这个是从威权时代变成这个民主自由的这个体制啊，台湾是算是少有的成功的例子。代价也是属于最小的。加拿大也经过很多不同的那个，才现在像 recognize 那个 Aboriginal 的，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开会会讲，现在我们是在这个猪肉在台湾精神，就是说台湾精神也是慢慢培养出来的。关心台湾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真正民主、和平、充满希望与爱的国家？大家有同样这样子的理念在心里，那年轻人进来，其实最主要就是传承这样子的一个理念，从这个理念出发来关心我们自己的故乡台湾。但是最近这几年开始，我们发现有陆陆续续蛮多年轻人，他们也有
加入，反而他们是可能有看到一些宣传啊，然后也会过来参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台湾同乡会它在过去一直都扮演这个角色，我希望它到以后还有未来，它都能够继续扮演的一个这个提醒的一个角色，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在海外，不管是在哪里，但是台湾人还是有一个可以去，找回认同还有身份的一个团体，那这个团体就叫同乡会。我希望能够继续传承下去，让台湾同乡会能够一直有它存在的意义。更希望年轻人能够在加拿大有他们一番的事业。对啊，像技术，不管是宗教、食物、文化，到最后我们只是要让大家知道说，真正的精神、真正的这个产品、真正的这些背后，都是来自于一个小岛叫台湾，这才是真正我们最后要传递出去的目的，这个很重要。对，什么方式都没有关系，只是要让全世界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台湾人，然后台湾是天下无敌、最强的一个、最棒的一个小岛跟国家。对，台湾同乡会，目前是延续下来的60年，它有它的包袱，也有它的困境，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是说，年轻人能够把新的观念、新的对台湾的关怀的方式来带进来同乡会里面，让同乡会能够延续以前的民主发展所需要的一些精华。我们现在所呼吸到的自由的空气，是前辈们在过去，黑名单的阴影之下，以及资源极度匮乏的环境之中，牺牲自己的青春以及勇气所换来的。那我们应该要把这个精神记录下来，并且传承下去。60周年同乡会生日快乐！耶！祝祝福祝福大温哥华台湾同乡会，大温哥华台湾同乡会，大温哥华台湾同乡会，台湾同乡会60周年，60周年，60岁生日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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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再拼一甲子。辛苦各位。 To the young leaders of the Vancouver Taiwanese Association, I'm looking at this organization 60 years after we first began. Your Taiwanese heritage is a powerful legacy. You should be proud of the history, the culture, and the resilience that has shaped you. Let us roots give you strength, but let your actions make Canada better for everyone. 60周年不但是一个里程碑，嘛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恁行过的历史都是台湾民主化的故事，互世代传承，互调写的力量，发挥你伫加拿大社会影响力，互 Team 台湾的力量更加强大。谢谢你，对，然后把这个诊所弄得那么好。吴清贵会长、侨委会施家清委员长、各位同乡会先进、各位加拿大乡亲，大家好！今年是大温哥华台湾同乡会成立60周年，嘛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伫即个特别有意义的时刻，我要代表国家向同乡会献上上届诚恳的祝福，嘛感谢各位同乡对故乡台湾的贡献。多谢大家！长久以来，人伫加拿大，心犹原伫台湾。各位的心永远甲阮做伙，为台湾的前途斗阵拍拼。60年来，大温哥华台湾同乡会全力传承台湾文化，开拓台湾的国际空间，为台湾的民主、自由来勇敢发声。这份的坚持无简单，这份的诚意非常宝贵。台湾话咧讲，一枝草一点露。各位乡亲的拍拼，都是台湾走向世界重要力量。特别是伫大家奔走之下，台湾甲加拿大有愈来愈深的交流合作，
未来我会继续推动双边的关系，互台湾和加拿大成为民主的知己、经济同伴以及守护世界和平的同盟。各位乡亲，现在台湾已经是世界台湾。过去 COVID-19 期间，咱用行动证明台湾肯 help， 台湾会当帮忙。现在全球来到人工智慧的新时代，咱更加要发挥优势，互全世界会当知影台湾肯 lead， 台湾会当领导。今年台湾股市的规模已经是全球第5大，估计明年台湾会当进入世界前20大经济体。政府会继续推动5大新来产业以及 AI 新10大建设，加强半导体的领先地位，全面发展人工智慧到各行各业。就算讲中小企业嘛会当因此受惠。另外，国家伫咧繁荣发展，人民嘛爱周全照顾。政府会继续扩大社会投资，照顾青年、劳工、家庭甲长辈，互经济发展的果实全民拢会当共享。咱嘛爱继续提升国防力量，建立全社会防卫韧性，来守护台湾的主权甲自由民主，互咱的子子孙孙有更较安全、更较幸福的未来。我相信，只要海内外的乡亲团结，台湾都有力量；只要国际民主阵营做伙，世界都有希望。最后，祝福今仔日大会圆满成功，未来互咱大家继续打拼，互台湾继续勇敢走向世界。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合家美满幸福。多谢各位。